周星驰凭什么始终被全网敬重？就在刚刚，功夫女足宣布定档7月11号，评论区没有铺天盖地的质疑，只有一句刷屏的留言：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凭什么？凭他拍的电影好看不止，凭他是喜剧之王不够。真正让几代观众从笑着看变成哭着敬的，是他藏在喜剧外壳下你可能从没看懂过的3样东西。第一样是他拍电影从来都是在扒自己的心。周星驰出生在九龙穷人区，一家5口挤一间木板房，7岁父母离婚，母亲一个人扛3个孩子。他跟好兄弟梁朝伟一起考无线训练班，梁朝伟1次过关，他连考3次没上，托了关系才混进夜间班。毕业后，梁朝伟当上了小生，他拿着时薪10块港币，在各种片场演路人甲，比快餐店刷盘子还低，整整跑了6年。拍83版《射雕英雄传》，他演一个被梅超风一掌打死的士兵，露脸不到1秒，他还跑去跟导演商量，能不能让我先挡一下再死，被骂浪费时间。有一次回家觉得一句台词没说好，连夜坐车赶回片场，跪着求导演给他重来一条。所以你去看他的电影，主角清一色的全是底层，卖猪肉的特工，收垃圾的功夫手，做白日梦的跑龙套，穷到捡外星狗当宠物的民工父亲。别的导演拍小人物是站在高处往下看，带着怜悯和距离感，但周星驰是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他自己，他不是替穷人说话，他自己就是穷人。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这不是鸡汤，这是一个真正被踩在脚底下的人咬着牙说给自己听的话。时代周刊管他叫中国的卓别林，卓别林用流浪汉替工业时代碾碎的底层发声，周星驰用尹天仇和阿星替所有被生活锤过的普通人出了一口气。可如果仅仅是把底层拍得真，他顶多算个懂小人物的导演。真正让全网从笑着看变成哭着敬的，是他在这个圈子里长出了一根宁折不弯的骨头。1988年 TVB 台庆，满场明星西装革履，26岁的周星驰却穿着一身中山装，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认认真真的唱了一首《我是中国人》。不管生在哪里，我是中国人。你要搞清楚那个时代的背景，香港还在英国人管辖之下，公开表达爱国立场不是表态，是冒险。梁小龙就因为说了句我是中国人，被整个行业封杀。梁家辉到内地拍了部电影，直接被台湾封杀。在那种环境里，一个刚冒出头的小演员穿中山装唱爱国歌，换作是你敢吗？后来他把这股硬气一股脑的全灌进了作品里。1991年整蛊专家，他当面追问日本商人南京大屠杀。1997年回归前夕，有人惶恐，有人外逃，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回家有什么好怕的？ I have confidence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同年算死草，他直面英国法官扔出那句：家伙忘了香港只是寄给他们，还要归还的，老兄。他自己说的最到位。其实我的其他很多电影我都是把它当成证据来拍的，但是就是不明白老是拍出来人家都是觉得是喜剧这样。他不是在搞笑，他是用观众能笑着看完的方式，把该记住的东西死死刻了下来。戏里的骨头硬，戏外更硬。好莱坞先后3次敲门，3次都被他顶回去。你听听他的理由就知道这人的底线在哪儿了。翻拍《食神》，想把中国菜换成西餐，他掉头就走。请他监制《七龙珠》真人版，他看完改的面目全非的剧本，直接辞了监制，连首映都没去。后来那片烂成什么样，全世界都看见了。第3次请他自导自演《青蜂侠》，好莱坞想借中国功夫的噱头，又想在剧本里抹去中国人的文化底色。面对这种傲慢，他宁可放弃全部合作机会，连导演带演员一起辞掉。3次拒绝串起来看，方向就只有一个，他守的从来不是票房和片酬，是中国文化在世界面前不能被打折的尊严。走到这里，一个有骨气的爱国导演已经足够让人敬重了吧？但别急，真正让人从敬重变成心疼的是他在这个名利场里活成了最不可思议的样子。在这个圈子里，有人把慈善当成洗白和立人设的筹码，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天天喊。但周星驰做慈善主打一个销声匿迹。综艺节目赢了100万港币，搁在2001年的香港购买一套小户型了，他1分没留，全捐给了玛丽医院的癌症儿童。他为癌症中心捐献骨髓，带动大批市民跟着登记。他默默给流动儿童学校捐了30间电影放映室，
孩子们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完《长江7号》，全场安静，直到片尾曲响起来才爆发出掌声。汶川地震反复捐款，公司职员私下透露数额是1000万级，他对外一个字都没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悄悄给四川援鄂医疗队送了一批正压防护设备。队长雷波医生说，这就像给战场上的战士配了最好的武器。不上热搜没人知道，别人做慈善是做加法，往脸上贴标签，他做慈善是做减法，恨不得把自己的名字都抹干净。身家几十亿，穿没牌子的运动衫，出门骑自行车，饭馆剩菜打包带走，把这3样东西揉碎了融进骨子里，你就彻底看懂了周星驰。他把自己揉碎了撒进电影里，所以演活了小人物的悲欢。他把脊梁挺的笔直挡在名利前，所以守住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把赚来的钱悄悄散给需要的人，所以活出了干干净净的纯粹。这3样东西不是用来立人设的标签，而是他用大半辈子跟这个世界换来的真心。所以功夫女足官宣那天全网炸了，这绝不仅仅是情怀在烧，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拍电影从来不会敷衍你。从立项到杀青3年，总投资3.8亿，光特效镜头就1200多个。选角不看流量看真实，报名必须素颜，实拍禁止修图。张小斐为女足队长剪掉长发，封闭训练半年，从零练起。迪丽热巴增重8公斤，苦练3个月球技。张艺兴拍雨中倒钩导致肋骨骨裂，37位前女足国脚亲自上场，全部竞技戏实拍。25年前，少林足球告诉我们，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25年后，64岁的他还在后期工作室里熬夜赶工。我们等的从来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电影，我们等的是那个九龙穷人区走出来的男孩，那个跑了6年龙套跪着求导演重来一条的年轻人，那个穿中山装在满场西装里唱我是中国人的孤勇者，那个把好莱坞的橄榄枝扔在地上转头就走的倔骨头。我们等的是他还在，还没变，还记得自己从哪儿来。7月11号，周星驰带着功夫女足回来了，他用半生熬出的真诚、硬气和干净，换我们一张心甘情愿的电影票。只要他还愿意拍，我们就愿意一直看下去。这才是属于我们这代人最顶级的双向奔赴。